明明是家家户户都愛吃的豬肉，为啥一到涮火鍋的时候就徹底没了存在感呢？不管是老北京铜锅、川渝火锅，还是自助涮肉店，肥牛卷、肥羊卷永遠是必點的荤菜，而豬肉片要麼就沒有，要麼就上了沒人吃。要知道，咱們中國人吃豬肉比吃任何肉類都多，每天早餐的肉包，午餐的回鍋肉，晚餐的排骨湯，哪樣能離得開豬肉？可偏偏涮肉這個場景，豬肉就是不受待見，這到底是為啥呢？其實豬肉不是不能涮，是它天生就不適合涮着吃，本身就自帶硬伤，就像讓擅長跑步的人去游泳，再努力也比不過專業選手。豬肉的体質從根兒上就和涮肉的需求合不來。豬肉和牛羊肉的肉質差別太大了，牛羊肉的肉纖維排列的整整齊齊，切薄片的時候就不會容易碎，哪怕切的特別薄也能捲成卷，下鍋涮幾秒也不會散。可豬肉不一樣啊，肉纖維是亂纏在一起的，像一團亂麻，稍微切薄一點就碎成渣，根本捲不起來，就算勉強捲好，下鍋一涮就散成肉末了，吃起來都特別費勁。還有脂肪分布的問題，也讓豬肉輸在了起跑線上。豬肉的肥肉和瘦肉分得清清楚楚，切薄片後，要麼是一大塊肥油，要麼是一小塊瘦肉，看着就沒胃口。而牛羊肉的脂肪是均匀摻在瘦肉裡的，能切出像大理石花紋一樣的雪花肉。涮完之後，脂肪融化，裹着肉汁，吃起來又嫩又香，一點也不膩。更關鍵的是口感，涮肉追求的就是快涮快吃，要麼一涮就熟，入口即化，要麼越嚼越香。可豬肉偏偏卡在中間，兩頭不討好，煮久了肉就變得又老又柴，煮短了又怕沒熟透，有食品安全隱患。畢竟豬肉必須煮熟才能吃，而牛羊肉稍微涮一下就能吃，口感更嫩。如今的涮肉市場卷得厲害，肥牛卷、肥羊卷早就有了成熟的產業鏈，從養殖、屠宰到切片、運輸，每一步都有標準。商家還會細分品類，肥牛有原切的、調理的肥羊，有內蒙的、新疆的，還特意強調現切無添加。可豬肉呢，在涮肉賽道上幾乎沒什麼布局，大多是商家隨手切片，沒有專門適合涮煮的加工工藝，也沒有細分品類。你去涮肉店點豬肉，大概率就是普通的五花肉片、梅花肉片，沒有涮肉專用豬肉卷，也沒有現切豬肉的賣點。而且很多商家為了省成本，用廉價凍豬肉切片，解凍後出水，涮完就散，吃起來又柴又沒味兒。慢慢的，大家就形成了豬肉涮着不好吃的固有印象。就算有商家用優質豬肉，也沒人願意嘗試。不過豬肉有自己的賽道，它的優點是香味濃、價格便宜，適合紅燒、爆炒、燉菜。可這些優點在涮肉場景裡根本發揮不出來。涮肉的湯底要麼是清湯，要麼是麻辣紅湯。清湯裡豬肉的香味比不上牛羊肉，紅湯裡麻辣味又會蓋過豬肉本身的味道，吃起來也沒滋沒味。其實豬肉也有適合涮煮的吃法，比如台灣的酸菜白肉鍋，用五花肉片配酸菜湯底，油脂融入酸味，解膩又香濃。可這種吃法也只在特定區域流行，沒能成為主流。大多數涮肉店還是把豬肉當成普通肉片，沒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，自然只能被淘汰了。而提到涮肉，大家第一反應永遠就是肥牛、肥羊。早在清末民國時期，北京涮羊肉就已经流行，牛羊肉早就成了涮肉的主角，这個印象很難改變。而且牛羊肉商家一直在創新，推出現切鮮牛羊肉、雪花牛羊肉，適合年輕人拍照打卡，剛好契合現在年輕人的消費習慣。反觀豬肉，在涮肉賽道上一點創新都沒有，更別說還有海鮮、毛肚、黃喉這些食材的擠壓，蝦滑 Q 彈，毛肚爽脆，黃喉入味，這些食材的口感比豬肉更適合涮煮，也更有記憶點。大家寧願多花點錢點這些，也不願意點豬肉。有人可能會說，火鍋裡的午餐肉，豬肉丸也是豬肉做的，也很受歡迎啊。但這些都是配菜，不屬於涮肉片的範疇，根本改變不了豬肉在涮肉榜掉隊的現狀。說到底，豬肉在涮肉榜掉隊不是偶然，而是它的天生肉質不行，後天不努力，再加上市場競爭太激烈的結果。豬肉不是不夠優秀，只是它的優勢不在涮肉上。就像網友說的，不是豬肉涮着不好吃，是牛羊肉涮着太好吃了。不是豬肉不夠優秀，是它的優秀不在涮肉的賽道上。美食的魅力就是各有各的精彩，不必非要爭個高低。豬肉雖然沒站上涮肉的 C 位，但依然是我們最離不開的肉類。